伊娃的科技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伊娃的科技生活。今天带大家开箱上手体验的是噔噔噔，米家手持无线吸尘器。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徒手开箱。哎呦，这段掐掉啊！哇！哎，哇，东西好多呀！ 就这么多，吃了老夫了！我看到还有这样的，哪个戏我忘掉了？师傅，走。吸尘器的主力部分：电机、电动地刷，另外一个刷头，充电器。哦，充电器好小哦，这个是一次性安装支架，小吸嘴儿，另外一个吸头。 使用说明、3包凭证、特别提示。好了，没有了。OK， 以上就是它包装盒里所有的东西了，包括一个主机、一个延长杆，然后4个不同场景的刷头，然后再包括这些配件。那接下来我来看一下安装是不是简单呢？哇，这个主机其实还蛮沉的，它包括集尘筒，包括它的风机的部分。这边呢有吸力的切换，你可以调节是 Max 还是标准。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按压的开关，这样拿着其实单手持还是挺沉的。那我安装上延长杆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风机，是吸尘盒的部分。OK， 接下来安装的部分肯定是要跟延长杆来连接的。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用，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来连接。你们现在已经被我包围了，快快投降吧！砰砰砰。然后它这里呢也是，我不小心按了开关按钮。大家可以更换不同的刷头，比如说有刷地板的、刷床的、刷沙发的，还有吸这个缝隙的。然后每一个连接呢也都是这样。OK， 这样就能装好了。在组装完毕之后，这里有一个开关，直接按压就可以开始工作了。那上面有一个 Max 的档位，那我们在按压的同时呢，按住这个 Max， 就进入了 Max 的这个档位。那关于这个吸尘器呢，它有很多的参数啊，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其实不是很关心那些枯燥的参数，我比较关心的是它到底能不能把我的沙发、我的床、我的门窗能够给我吸干净呢？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制造垃圾环节。现在呢，这个案发现场已经布置完毕了。那其实大家可能在日常用吸尘器的时候，没有像我们这么夸张的布置了这么硬核的垃圾啊。那我主要是为了考察它的吸力以及它的清洁度，但是还缺点东西，就是比如说狗毛啊、猫毛啊、人的毛发，其实才是我们吸尘器用的最多的或者使用场景。可是这个屋子里太干净了，没有狗也没有猫，那只能试试我的头发了。哎妈，有点晕。哎，好像没有哎。哎，我头发这么好啊？哎呀，好烦哦，头发都不掉的呢，真是的。哎呦，啊，哦，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但好多呀！哎呀妈呀，要秃了！哎呀，好烦哦，头发都不掉的呢，头发都不掉的呢。啊，然后拖地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姿势一定要酷。这样够酷吗？不要拍到我的肚子好吗？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片区域里面来试一下它能够吸干净吗？其实这个垃圾还是蛮多的，并且呢分量也是比较的足，然后有非常碎的，也有一些硬的。那接下来我就开始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听一下这个噪音的情况。
在我的辛勤劳动下呢，现在这个集成盒已经好脏啊！刚才我特意设计的垃圾以及像墙边啊、地上的、地毯上的一些垃圾都已经收在里面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把它掰下去就可以把垃圾倒出去了。哇！OK， 经过我简单的开箱上手呢，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那分为优点和缺点吧。优点的话，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吸力确实很强大，因为我设置了，比如说像坚果壳啊，还有瓜子皮等一些硬的东西，以及非常碎的软的东西，那基本上一次过去都能给吸干净。那更不用说像毛发呀、狗毛、猫毛这些东西，我觉得清洁力度还是 OK 的。那第二个是它配备了4个刷头，所以在沙发、地毯、床上、墙边都是可以来进行不同场景下的使用。当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目前价格上可能算是同等的配置下面价格比较低的了。它的发售价是众筹价是1199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相比于这个功能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OK， 那缺点呢也有，比如说这个电机这个主机我觉得太沉了，其实我这样的使用的时候还是非常考验臂力的。那如果我想要刷上面的墙壁啊，女生举着就会很累。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噪音啊，虽然现在吸尘器还没有静音的版本，但我觉得这个噪音是属于虽然可以忍受，但我觉得还是会有点高，尤其是开到 Max 的模式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它的风机和电机在这里。还有一点是要加分的，就是它附赠了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粘钩，所以也可以把它立着来进行存放，那因此在收纳上面会比较方便简单。OK， 就是这样。那如果有没有体验到、没有分享到的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微博留言跟我互动，我也会进行一些解答，希望能对大家的购买有一些参考意见。OK， 就是这样啦，然后继续把我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是伊娃，我们下期不见不散。